蒙面财经，朋友们好。那今天呢，跟大家聊3部分的内容。那第一部分呢，我们来聊一下中印两国新一轮的冲突啊，可以说是烽烟又起。那第二部分呢，跟大家聊一下这个世界各国啊军费开支的一个情况。你像美国啊、中国、印度、俄罗斯这些军事大国的军事开支。那第3部分的话，如果有时间啊，我们再聊一下全球军工行业的一个整体概况。那好，那大家知道，在这个8月29日夜间到30日凌晨啊，中印呢又爆发了新一轮的冲突。那冲突的这个原因呢，双方可以说是各执一词啊，说彼此都是互相先挑衅的啊。那我把这个原因先放在一旁啊。现在的事实的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印度军队占领了班公湖南岸的关键高地，那拆除了上面的这个摄像头和监控设备。而且早在一周之前呢，印度军队已经开始在山区部署反坦克导弹啊，而且这个导弹呢可以针对中国在该地区的任何行动。那其实我们知道，在6月15号啊第一次爆发冲突以后呢，其实中印两国就一直在进行磋商和会谈啊，先后举行了5轮的军长级会晤，包括4次的这个边境事务磋商，这个频率非常高啊，几乎是每周都要开会。那按理说，在这么高频率的会谈过程中呢，是不应该再出现突发情况的，对啊。那好，那这个事情之后呢，中国的这个外交部，包括中国驻印度使馆的发言人啊，措辞都非常的严厉。那用了3个严重和3个利极。那3个严重是哪3个严重呢？他说，印方啊严重侵犯中方领土主权，严重违反两国相关协定协议和重要共识，严重破坏中印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然后又说了3个利极啊，立即停止一切挑衅行为，立即撤回非法越线人员啊，立即停止任何导致局势升级和复杂化的举动啊。那明显啊，这一次这个冲突啊，不敢说是啊升级的非常严重，但至少是非常突然啊，非常的这个棘手。那好，我们就分析一下印度为什么它啊一直这么这个可以说是咄咄逼人吧，或者说也有很强的动机啊，想跟中国这个交火啊。那首先呢，是因为它的疫情非常严重啊，这国内的矛盾呢也越来越大啊，这个国内的疫情现在是日增7万多人，将近8万人啊，而且它这个8万人的构成呢，跟过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过去呢，印度疫情是城市里面人群占比高啊，40-50%，那乡村的占比呢只有20%多。那到了这个7月份、8月份以后呢，啊，整个这个反过来了，乡村的占比非常高，乡村的这个全国确诊人数占到55%，然后大城市像新德里、孟买这些城市呢，啊，占比只占到了全国的13%啊，所以你就可以想见，这个乡村的这个确诊人数越来越多，然后乡村的医疗条件呢又是比较差啊，这个控制能力也比较弱，所以说整个这个就印度全国的疫情有全国凶猛的蔓延之势啊，未来呢每日超过啊甚至上10万例都有可能。这是第一个原因啊，印度的内部的疫情非常严重。那第二个因素呢，跟疫情息息相关啊，就是因为疫情的严重，导致印度经济的这个猛烈的下滑。那我们先来看一张图啊，这个图呢是印度的季度的经济的一个表现啊，大家可以看在以往呢每季度的这个经济增长啊，基本最起码也在4%以上，4%以上，7%、8%或者啊，那到了最新的2季度啊，印度的经济下滑了23.9%啊，那这个是个什么水平呢？啊，不比较不知道，一比吓一跳。大家可以看一下全球的这个主要经济体啊，做一个比较。那你可以看到，这个印度是季度下滑最猛烈的国家啊，大国经济里面，然后就是英国。那中国的表现是最优异的啊，是第2季度增长了3.2%啊。我们不管是它是用这个刺激措施也好，固定资产开支也好啊，数据呢就是这么一个数据。那美国也下滑了9.5%啊，所以从这个数据你也能看出来啊，这个印度的经济下滑非常猛烈。那经济这么猛烈的下滑，必然带来严重的失业啊，广泛的失业。那失业啊，又带来这种民族主义情绪的这种高涨啊，所以呢，印度有很强的这种动机啊，去转移矛盾，这是第2个原因。那第3个原因是什么？第3个原因就是大家也知道，最近中国在东南沿海演习嘛。那美国呢派了侦察机啊，这个来侦察。那中国在东南沿海和美国的这个对抗呢，肯定加剧了。那印度呢认为这个时候中国可能无暇习顾啊，所以也有可能有一种投机主义的心理啊，这个时候主动出击。所以这个呢就是啊，印度和中国最新冲突的一个情况啊，这个很突然，而且也很棘手啊，因为现在印度的军队呢已经跨越了这个时空线，来到了中方这一边，而且还占领了高地。那现在啊，等于把这个皮球呢踢到了中方这一边。
好，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全球各国军费开支的一个情况。那这个数据呢是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发布的一个数据。那大家可以看到啊，从1990年一直到现在，差不多30年的时间啊，全球的军费开支呢经历了一个先下降后上升的一个过程。那下降呢是因为这个90年代苏联解体以后啊，这个美国和苏联两大阵营的对抗啊这个消失，然后全球的军费呢开始有一个下滑啊，冷战的结束吧，这个对抗的氛围呢没有那么激烈了。那紧接着在2000年以后啊，随着全球各国经济的发展而发展啊 ，GDP 的增长而增长，那全球的军费呢开支又有一个上升。那一直到了2019年呢，全球军费开支达到了1.917万亿美元啊，比2018年呢增长了3.6%啊，是最近30年来的一个最高的数值。那在2010年以后呢，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军费开支呢基本就稳定在这个1.7、1.8万亿以上啊这个水平。好，接着我们再看一下这个世界各国的军费开支的一个情况。那作为全球的军事霸主啊，美国呢在2019年的军费开支呢达到7300亿美元。那这一个数值呢，比军费排名前10的其他的9个国家加起来都还多。那第二名呢是中国啊，中国呢在2019年这个军费开支达到2600亿美元啊，然后之后呢啊，第3就是印度啊，所以印度的军费呢啊也不少啊，之后是俄罗斯和沙特。那需要说一点的就是这个2600亿美元呢是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它估算的一个数字啊，因为如果根据中国官方公布的数字呢，中国2019年的军费开支是1757亿美元。那因为这个统计的标准呢啊有出入，而这个数据呢不太透明啊，所以国际上一直认为中国官方给的这个数字偏低啊，所以我们就引用这个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给的这个数据。那我们接着再看一下这个第二张图啊，这张图呢它是展现了各国在这个全球军费开支中的一个占比。那美国呢，你可以看到一国呢，它就占据了全球军费开支的38%啊，那中国呢是占到14%啊，所以你可以看到美中两个国家加起来就已经超过了全球军费开支的一半了啊，这确实是两个巨人。那第3名啊、第4名这都是3.7%的印度，3.4%的俄罗斯啊，3.2%的沙特啊，这后面呢就是啊这个占比这个很小了。那我们接着再看一下啊，就是值得关注的一个指标，就是军费的开支啊占到 GDP 的一个比重。那看一下这个2019年军费开支前10的这些军费啊军事大国吧。那首先第1名的这个美国啊，它的军费开支呢占到 GDP 的比例是 3.4%啊，第2名中国呢占到 1.9%， 第3名印度呢是 2.4% 啊，第4名呢是俄罗斯啊，就高一点 3.9%。那第4名呢啊沙特比较特殊啊，沙特的军费开支呢居然占到了 GDP 的 8% 啊，应该是前10里面这个占比最高的。那沙特为什么占比这么高呢？啊，我们这儿简单说一下。那第一个是因为这个沙特本身它没有什么军事工业啊，它的钱呢基本都投到这个石油工业里了，所以呢只能去外购武器啊，所以外购呢你就要烧钱啊，这个武器非常贵。那第二呢啊，就是这个不光是武器本身贵啊，你买到武器以后还需要对人员培训啊，武器的日常维护修理啊，这个呢都要投入重金。那第3点原因呢，就是因为沙特本身的地理位置的原因啊，这个中东的地缘政治非常复杂，那沙特呢需要啊强有力的军费去维持它一个地缘政治上的一个强势的位置。那你想，这个沙特周边呢都不是善茬，对吧？有这个伊斯兰世界公敌的以色列啊，有这个自诩为伊斯兰天然领袖的土耳其啊，还有这个逊尼派死敌的这个伊朗叙利亚啊，伊朗叙利亚是这个什叶派，这个沙特是逊尼派。那还有这个也门的极端武装组织啊，种种吧，就是这个地缘政治环境非常凶险啊，所以它需要投入大量的钱，这个保障军费的支出。好，那看完这个军费开支啊，还有占比以后呢，我们再动态的看一下，就是跟这个2019年现在跟2010年啊10年前去比较一下各国的军费这个开支到底是上升了还是下降了，或者是上升了多少。那我们先看一下美国的其实军费开支呢，相比10年前呢，其实是下降了15%的啊，相比于2010年，它的军费开支下降了不少。那真正在这10年里，军费增长最迅猛的其实是中国啊，中国的军费开支相比10年前呢，上升了85%啊，然后就是印度也上升了37%啊，还有俄罗斯、韩国，这都是上升比较多的。那刚才忘提了一点啊，这个军费开支占 GDP 比例啊，有一个国家非常低啊，那就是日本。你看日本的这个军费开支占到 GDP 的比例呢，只有0.9%，
其实啊，这个因为日本啊，美国在日本有驻军啊，日本本身不需要投入太多的钱到这个军事上，但如果啊，它这个军费占到 GDP 的比例啊，达到一个平均水平，比如说2%，那其实日本的军费开支呢，就能全球就能排到第3名啊，其实是跟它的这个经济实力相匹配的啊。日本的经济 GDP 排在全球的第3嘛，如果它是一个正常国家的话，那军费应该也是在第三名左右这个水平的。所以日本这个非常低啊，占比非常低啊，它这个可以把更多的钱呢用于民生啊，用于其他方面啊，包括德国占比也是比较低的啊，只有 1.3。好，这个是第2部分内容。第3部分呢，就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全球啊，这个各国这个军火商啊，这个军火贸易这一块。那大家可以看这张图，那这张图呢，你可以看到这个全球的军火贸易里面啊，主要就这么些前10的国家就这么一些。那第一大的这个美国啊，美国的这个军火出口占了全球的 36% 啊，这个大概就是1/3的这个水平，这个跟美国这个军费开支占全球的比例呢差不多。那第2名呢就是俄罗斯啊，这个美国和俄罗斯啊，这都是这个军火出口商的大国啊。俄罗斯的好多武器呢都卖给了这个印度，然后第3名和第4名呢是法国和德国啊。中国你可以看到这个排到这个第4位啊，排到第5位。好，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军火进口的情况吧。军火进口情况，这个进口第一大国就是沙特阿拉伯啊。刚才给大家讲了，这个沙特它没有这个军事能力啊，大量的武器全部都外购啊，其中70-80%的武器都是从美国买的。然后第2名就是印度啊，印度你可以看到它这个它其实大量的武器是从俄罗斯购买的啊，而且最新的这个根据一个协定吧，俄罗斯和印度可以互派军队啊，好像互相是派了3000多个部队吧，所以俄罗斯跟印度呢可以说是非常在军事上啊非常铁的盟友。然后第3名就是这个埃及啊、澳大利亚啊，这些我们就不说了。好，我们最后再看一下这个军工企业啊，世界前10的军工企业的一个情况。那可以看到这个世界前10的军工企业前5呢基本都被美国的公司给霸占了啊。第1名呢是这个洛克希德马丁啊，这个是这个军工企业排在第1的啊。第2是波音啊，第3是这个诺斯罗普啊，格鲁曼，然后第4是雷神，第5是通用动力啊。可以看到前5名的这个军工企业啊，基本都是美国的。那中国是什么情况呢？中国因为这个数据呢，这个不太透明啊，获取这个数据的渠道有限啊。但如果真正去统计的话啊，中国应该至少有3家呢可以排到全球前10啊。这是哪3家呢？啊，第1家就是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啊，第2家是这个中国兵工集团，第3家是这个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啊。大家知道中国有12家大的这个军工集团企业这个其实也是非常庞大的啊。你像这个中航工业啊，这个中国航空工业吧，它这个预计的销售额可能有200亿美元左右啊。中国兵工集团呢有170亿美元，中国电科呢也有120亿美元。所以如果要是把这3家放到这个表里呢它其实是应该能排到前10的啊，应该是没问题的，应该是也就仅次于美国之后的，其实是也是比较大的军工企业。好，今天呢就先给大家讲这么多吧。如果大家有兴趣呢，加入我这个会员直播啊，我可能会具体的讲一下每一个企业、每一个军工企业的一些情况。你像比如这个洛克希德马丁啊，它是这个生产这个 F-35 呢，这个大家知道，这 F-35是世界上现在最先进的第5代战机啊，这个呢就是洛克希德马丁的代表作品，而且它这个洛克希德马丁的在手订单也非常多啊，将近有1700-800亿美元的在手订单。然后你像这个排名第2的这个波音是吧？波音它的主要业务，它其实是个军民融合的企业啊，它这个70%的业务主要都在这个商用飞机上啊，但是有30%呢是军品你看这个还有诺斯罗普呢，它也这个生产大量的这个无人机啊，所以这个美国的这个5大军工企业的一些具体情况呢还是值得我们去跟踪的看一看啊。好，那今天的分享呢就到这里啊，我们感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期再见。